欢迎收看呢，我们专门做马来西亚的社会啊、文化啊、历史啊相关议题内容的荧光笔工作室，我是莹莹。好，今天我们要探讨什么议题呢？就是米。2024年的3月19日呢，在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 NACO 的建议下，政府就宣布进口白米价格每公斤调低23到33之间，以缓解在借月期间的这个生活成本。好像没有很多，好过没有了哈。但是呢，记性比较好的观众朋友啊，应该记得哦，去年的9月份，国家稻米公司 Bernas 才宣布进口白米大涨价，那个涨幅哦，跟你刚刚听起来的那个比例哦，比起来是差很多哦。涨幅高达36%。So， 在这样子一来一回之间呢，我们进口白米的实际涨幅大约是25%左右，也就是呢，每公斤的进口白米大约是会涨价53到83之间哦，1公斤啊，不是一袋啊。听到这里呢，会不会有人想问 Bernas 是什么来的 ？OK， 有可能是有人不知道的啊。为什么是他负责进口白米的？而且呢，话说回来啊，我们马来西亚不是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咩？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口白米的？OK， 各位，我们马来西亚呢，讲真，实在是有太多的单位呢，太多的组织，还有太多的关联公司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如果不是相关领域的话呢，一定会听到不飒飒、晕一晕这样子的。那今天呢，那些假币不在币给朋友啊，我们一起来跟荧光笔呢，一起去探究马来西亚的白米吧。Bernas 可是我们这次的主角之一哦。话不多说 ，Let's go。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Bernas国家稻米公司是一间典型的关联公司，来划重点，各位小白们。Government Link Companies，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GLC 啊。以后你跟人家听的时候，他说那间公司啊 GLC 的吗？人家就问你什么是 GLC 啊？就是关联公司的意思，好像比较梗这样子啊。那 Bernas 呢，在还没有华丽转身变成一间公司以前呢，它其实是一个政府机构，叫做国家稻米局 Lembaga Padi dan Beras Negara， 是在1971年的时候成立的，负责什么嘞？鼓励、推广和提升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以及呢管理马来西亚的白米储备。那国家稻米局呢是在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的时候呢，第一次获得进口白米的特权。1994年，在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时任的马来西亚首相就是马爷爷马哈迪的这个推动之下呢，国家稻米局呢就被私有化，成为国家稻米公司 Padi Beras Nasional Berhad， 简称 Bernas， 并且呢在1997年的时候上市。2009年的时候呢，就有人发现Bernas 的大股东之一宏德集团居然是一间来自香港的投资公司，这呢就让一些别有居心的政治人物呢开始就在那边讲说Bernas 不应该由一个外国人来控制因为呢万一呢其他国家对马来西亚发动了粮食战争那我们马来西亚就无法掌控国内的粮食供应的情形之下，就会缺粮而亡。在这样子的舆论攻击之下呢，宏德集团呢就只好陆陆续续抛售 Bernas 的股份呢给这个赛莫大啦。2014年呢，赛莫大就成功收购了足够的 Bernas 股份，让 Bernas 成功除牌下市，变成了完完全全由赛莫大所拥有的这个公司。而政府呢，则是仅仅掌握一般的黄金股，也就是指呢，我们的政府呢是可以委派代表成为 director， 也有权利呢对一些决定 say no 的意思啦。是不是很想问这位赛莫大虾米郎何方神圣嘞 ？Sorry， 我们的撰稿员说他也查不到这个赛莫大到底是谁。喂，买走，OK。冷静，停下来，我们慢慢讲。应该这样讲这个赛莫大嘞，他身为权贵的这个钱袋子，他做人呢是非常的低调的。低调到呢，我们找不到太多的资料，我们只知道呢，他跟国政的高层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他呢能够跟马哈迪啦、跟纳吉啦、跟穆希丁啦，还有安华这些马来西亚的首相们嘞打爆头傾偈搞完的意思啦其他你自己去想，我不方便讲太多，我不想被告。Maybe 这也许就是他可以有机会的成功打造出一个超级商业帝国的关
关键原因吧。那我们不是开玩笑的哦，在莫大呢，他所掌握的这个公司啊，是遍布了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的各行各业，不管是天上飞的，或者是地下走的，或者是海底游的，在他的商业帝国里面呢都有份的。你想要听更多赛莫大的故事吗？想的话呢，就记得留言敲碗，有足够的数量的话呢，我们一定会试试做一集影片给大家。哈，这个撰稿人是精神分裂嘞。他刚刚讲他找不到资料哦，他可以跟你讲说还要做的，他找不到资料怎么办？OK， 你可以信他的，你就是还是一样留言，看他找不找到这资料出来给我们。反正呢，记得啦哈，按赞订阅荧光笔的这个频道，这样子呢就不会错过我们出来的这一些新影片啦。当然，如果呢你有听闻过这一号人物，或者是对他有所了解的话，马上立即留言补充讯息啦。Burnus 它虽然是一间公司，但是呢，它继承了国家稻米局的所有功能，因此呢，它所要做的工呢，就有点像是政府机构那样啦，也就是呢，维持我们国内的白米价格啦，进口的白米啦，照顾农民啦等等，这些都是它的 main job 来的。而政府呢，也和 Burnus 签订了一份特许经营合约 （concession agreement）， 让这个 Burnus 呢，成为全马来西亚唯一的白米进口商。这份 contract 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 renew 过一次的，并且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再次获得了这个时任国盟政府 renew 10年，一直到2031年的1月10日才到期。在过去的10年里面呢，马来西亚的稻米产能呢都没有办法跟上市场的需求，所以呢每年呢我们都需要进口大量的白米，这可能是很多国民都不知道的。那例如呢在2019年的时候啊，马来西亚就一共消耗了270万吨白米，但是呢我们马来西亚自己呢却只生产了180万吨白米，换句话说啊，就是有35% 的这个白米呢，我们都是需要依赖进口的。Burnus 呢，也就因为长期独家进口白米的关系呢，而赚得。根据2021年 Burnus 的财报显示 ，Burnus 的营业额呢是47亿令吉，税后的盈利呢是高达1亿800万令吉。如果他赚的钱拿来缴税，这就是对国民好，不是？生意蒸蒸日上的 Burnus 呢，在过去的10年里面呢，一共录得了大约500亿令吉的营业额，大约有15亿令吉的税后盈利。大家还记得呢，安华在2022年刚上台的时候啊，不是有指示 Burnus 发放盈利给农民的新闻吗？其实啊，还占 Burnus 这10年盈利里面的4%啊。So， 既然呢 Burnus 这么赚钱啊，那么我们的农民们呢？如果你也觉得农民也可以赚多多的话呢，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根据2019年的国库研究机构 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 的报告，马来西亚呢大约有20万名的这个稻田的农夫，而其中呢又以这个穆达农业发展局 MADA 管辖下的这个农夫呢是最多的，大约有6万名。而这些农夫的收入啊，每个月呢只有区区的2500令吉，比起同一时期的马来西亚 B40 家庭的平均收入呢，也就是2800令吉的海地。换句话说啊，大部分的农夫的收入呢是落在 B40 的下半区的，是极度需要援助的人群之一哦。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要问，哇 ，Burnus 赚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嘞？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国家稻米公司呢是在莫大100% 所拥有的公司哦，所以呢 Burnus 这些年呢赚到的钱呢，大部分都是以股息 dividend 的方式呢进了在莫大的口袋哦。撰稿人写的不要告我。那 Burnus 过去10年里面呢，一共拍了超过11亿令吉的股息。每一次呢提到农民的收入太低呢，我相信啊，一定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啊？那些农夫懒惰咯，几天下田几天晒网。那捕鱼才会有网晒。可能有一些传闻呢，就会说是农夫啊懒惰啊，所以导致呢这个生产力非常的低，生产力提不上来呢，收入自然就少喽。但是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未必哦。2020年呢，马来西亚导演阿米尔 Nofitri Amil 发布了一支名为《稻农不懒 Petani Bukan Pemalas》的这个纪录短片。这个影片呢，就记录了马来西亚的一些农民们呢正在面对的难题：垄断。种子的垄断、农药的垄断，以及从农夫购买稻米的这个米厂的垄断，那这又会对马来西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要大家解释什么是垄断以及垄断的坏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我们想要知道你对于垄断的看法是什么，你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你对于垄断的解读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荧光笔的角度来看，垄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缺乏选择。意思就是说冇得揀啊！
现成的你只能够买得到那些未必是你想要的东西，要你就买，不要你就拉倒。而我们认为呢 ，Bernas 正是通过它的一个特殊地位呢，导致大家，包括身为消费者的你和我，以及农夫们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那 Bernas 到底是怎么样让你跟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的呢？因为 Bernas 是唯一一个可以合法进口的这个白米厂商嘛，于是呢，他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权呢，迅速的累积资源，并大肆的收购以及合并其他的米厂，这就让马来西亚米厂公司的数量呢急剧减少。从1970年代的高峰时期啊，有2000多间的这个米厂公司哦，到现在啊，今时今日只剩下200多间而已。而根据2020年的这个资料显示 ，Bernas 呢本身经营的米厂啊，加上跟 Bernas 合资经营的米厂，就占据了市场份额的1半左右。这不仅呢让农夫在售卖这个稻米的时候缺乏选择，也同样让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在买米的时候缺乏选择。这也就是垄断现象所带来的重大弊病。那一般上呢，垄断的公司呢，可以因为不管大家怎么选，最终都还是选到我的关系，而就不用担心客人跑掉，也就不需要特别想办法去进步了。对于市场绝对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相信呢，大家都曾经在这个课本上读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马来西亚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加上丰富的水资源，因此特别适合稻田的种植。所以呢，马来西亚有了“鱼米之乡”的称呼。而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呢，其实马来西亚呢一直都是白米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呢，在90年代之后呢，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白米自给自足的水平呢就不断的下滑了，从60年代的这个90% 以上掉到现在的60% 左右。即便呢只是看最近几年啊，马来西亚的白米产能自从2018年开始，就因为天气啦、疫情啦以及国际的大事件等等的因素萎缩了将近10%。这无形当中呢，也让马来西亚的白米短缺更加的严重，这也造就了产米国缺米的这一种有点荒谬的局面啦。如果呢有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粮食危机的主题有兴趣，我们之前呢其实有做过2集影片来探讨这个课题的，那大家可以特别关注第2集，因为呢重点是放在我们马来西亚国内的农产业，记得等一下去点来看哦。好，那现在呢好在啊这个政府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做事情啦。2024年的2月份呢，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就表示，马来西亚今年的白米自给自足水平是65%，他们打算呢在2025年呢提升到75%，以及呢要在2030年的时候呢达到80%。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啊，政府呢就在吉打还有玻璃市呢就推广了这个迷你试耕庄精明稻米计划，并且呢要落实2年5个季度的这个种植方案，以达到增加产能的目的。除此之外呢，安华呢还曾经说过啊，要这个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和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在3月20号之前呢，提供更多改进稻米产业的这个建议啦。不过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截稿日期，4月了，还是没有看到其他更多的这个措施的。如果影片上架之后呢，有什么值得大家分享的消息，大家记得踊跃留言。2021年 Bernas 的特许经营合约眼看就要到期了，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呢，终于可以跟 Bernas 坐下来重新谈判的时候呢，时任的西蒙政府却先倒台了，那就错过了这个整顿马来西亚稻米种植业的这个黄金机会，让 Bernas 呢得以继续垄断马来西亚的稻米行业。我们不知道呢，政府跟 Bernas 之间的特许经营合约里面到底写了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无论如何啊，我相信呢，大家还是会希望政府对 Bernas 的垄断地位可以做出更多的这个干预，以更好的保障马来西亚的粮食安全。最后呢，要说一个有趣的东西哦，就是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啊，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平均每人每年消耗大约80公斤的白米哦。你换算一下哈，就是一个5个人的家庭啊，每个月会消耗30多公斤的白米，听起来是不是很多嘞？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在家里面呢是负责买米的？有的话呢，留言告诉我们你家里面有多少人，一个月又会买多少米，还有你对我们白米的价格啊，还有白米的这个质量的观察有什么心得，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我自己其实啊，之前的时候就有听说一个传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一集的原因。就听说呢，有国外的这个农业专家呢，想要传授我们一些农业方面的技术，不过呢就被一些就是势力给阻挡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如果呢你的这个家里面呢是有从事这个农业的，那你知道更多的消息的话呢，可以留言去跟我们分享，多聊聊，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了解更多我们平时很难接触到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农产业。好，那我们今天
影片就到这里，我是莹莹。那我们做的影片呢，其实都是为了让大家能有更多、更完整的角度，一起去好好的讨论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社会结构上面的问题也好啦，或者是现象方面的这些问题。如果你喜欢，或者是你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的话呢，可以 subscribe 我们。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新的影片。那当然，如果你有点余裕，平时也喝蛮多奶茶的话，其实你每个月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还有走更远哦。因为也不知道可以撑多久，对不对？所以大家欢迎加入。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觉得说啊，我是学生，我没有什么钱，那你也可以帮我们把影片share出去。好，follow我们这些平台，我们下次影片再见。